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血泊中，看着满屋的鲜血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我刚刚被人杀了。几天前，爷爷突然打电话求我回去继承兽医店，可当我刚打开店门，就闻到了刺鼻的腐臭味。法医报告说，爷爷已经死去1个月了。我浑浑噩噩地办完丧事，才突然想起，既然爷爷已经死了1个月了，那几天前我所接的那通电话，到底是谁打的？砰砰砰！忽然有人敲门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有人上门？我来到门边往外看，外面的街道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难道是听错了？我刚转身，一柄利刃刺进了我的身体。你是谁？真晦气，一个卖兽医的还想嫁豪门，真该死！毁掉你的眼睛，让你目不能视，进了地府也别想再指认我。他的刀指向我的眼睛，我只感觉一黑，意识彻底沉入了黑暗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身上的伤全都消失了，眼睛也很正常。如果不是衣服破破烂烂沾着血迹，我还以为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有心跳，皮肤也是暖的，所以我被杀死了，又活了。现在是午夜12点，只过去了不到10分钟。砰砰砰，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。啊，不会又是什么重生局吧？我真栓 Q 了。小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开门！是隔壁开棺材铺的九叔。小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听到你家有动静，是不是进贼了？没事，我刚才想吃个鸡，刚抹了脖子没抓稳，鸡飞了，弄得到处都是血。哦，你们小年轻不会杀鸡很正常，需要九叔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把鸡……啊，你的头不是鸡头砍了。我有些懵，我竟看见九叔的头顶上有一个红色的游戏血条，血条空了一截，只有15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产生幻觉了。哎，老何走得急，你节哀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有什么需要九叔帮忙的，就打九叔电话。那血条的后面还有一个加号，我忍不住伸手虚空点了一下，那血条上居然真的跳了个数字+1。九叔浑身一震，原本有些佝偻的身体似乎挺直了些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我这腰椎盘怎么突然不痛了？我惊了，还没等我高兴，一阵乏力传来，就像是刚刚跑完了800米，累得我直喘气。那个血条竟然是真的！我想到什么，摸出镜子，果然我的头顶也有一个血条，上面的数字是30。我的血量居然这么高！我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匕首刺破眼球时那种锥心刺骨的痛楚，但现在眼睛不仅没事，好像还开挂了。那个要杀我的人，他曾说我一身晦气，却想嫁进豪门，所以该死。难道是我那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夫雇的人？没错，我是有未婚夫的。据说对方是个豪门公子，5岁时生了场大病，医院已经让安排后事。他的家人找了一位大师，那位大师说要逆天改命，只能寻一个八字奇异的女孩结婚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家人就找到了我。那时我才1岁，爷爷居然答应了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多了个未婚夫。难道是那户人家嫌弃我家开兽医店，所以派人来杀我灭口？至于吗？婚约而已，解除就行，哪里需要做这种犯法的事？不然还是先报警吧。可警察来了，我要怎么说？说我被杀了，又活了，还能看见别人的血条，只怕下午警察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包吃住了。我扶额，算了，找个时间去把婚退了吧。为了个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，再被杀一次就太惨了。将屋子收拾干净，打个盹，已经天亮了。忽然爷爷的电话响了。你好，哪里？是何氏兽医店吗？我姓李，我1个多月前下定的兽医，怎么还没送来？我妈都快不行了，你要是今晚还没做好给我送来，我他妈明天带人砸了你的店。我一脸懵逼的应承下来，翻开爷爷的记账本，对方姓李，订了1件百兽衣，1周前就该交货。看订单日期，正是爷爷去世的当天，我有些心酸。这是爷爷接的最后一个单子，我怎么都要帮他完成。我从库房找出了一卷绣着寿字的真丝布料，开始裁剪。父亲早逝，妈妈早已改嫁去了国外。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
耳熏目染，没少给爷爷打下手。按照本地的风俗，久病老人都会提前准备后事，而寿衣的制作也有讲究。首先，寿衣不能用皮毛制作，否则下辈子会转世成牲畜。华夏人都是死如是生，意思是要把死人当成活人来看，因此寿衣的款式和活人一样。古代时，如果死者是官绅，就可以穿官服下葬，哪怕平民百姓，只要你有钱，也可以穿9品官服上路，这也是电影里的僵尸都穿清朝官服的原因。李家定做的是中式寿衣，我选了黑色布料做上衣，褐色布料做裤子。按照规矩，上衣里子要用红布，寓意子孙后代红红火火，袖子要长，千万不能露出手腕，否则子孙就要伸手讨饭。衣服上也不能用纽扣，必须系带，否则子孙将出逆子。时间很紧，等一整套衣服做完，天已经擦黑。我骑上粉红色小电驴，朝着李家村而去。一路上，我发现路上的行人头上都有血条，上限都是20点左右，但几乎都没有满，普遍是16、17点。这个血条应该是表示人的健康状态，可是我为什么比别人足足多出10点？难道是死而复生的缘故？李家村不远，此时的李家灵堂都已经摆好了，正厅里挂着白幡，几个孝子头上缠着白布，但一个个都笑嘻嘻的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和人调笑，真是群大孝子。怎么才送来？幸好我妈还没死，不然我他妈非砸了你的店不可。我赔礼了几句，收了钱，回城时心情很好，这一单竟赚1000，1个月的伙食费没问题。很快我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奇怪，这座坟刚才是不是见到过？这座老坟没有墓碑，是几块青石垒成的，坟头挂着一条白帆。我只觉得浑身发凉，一脚油门踩出去，一阵风驰电掣，只要出了这条村路，上了大路就好了。耳边只剩呼呼的风声，远处有片灯光，心中有些欣喜。很快就听到了哀乐，还有搓麻将的哗啦声。我将电驴停在院外，有些发愣，这不是李家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你是来作业的吧？他立刻热情起来，招呼我进来，把我带到了一张条桌前。条桌后面坐着2个人，一个写账，一个数钱。按照规矩，老人过世后要停灵3天，熟人过来作业也要随份子。不过这老太太不是还没过世吗？我有点舍不得份子钱。老太太刚走，还没走呢，不过快了。我无语，还没断气就开始作业。我转头看了看黑漆漆的村道，想起那鬼魅一般的老坟，实在不愿意再走一次，只得咬咬牙，掏了300，又收回了100。不管怎样，天亮再说。小姑娘，寿衣是你做的，你过来帮老太婆穿下衣服。老太太走了？还没呀，这不是怕待会儿身体硬了不好穿吗？死人才能穿寿衣啊，你们是多想老太太死啊？本着售后服务要到位的原则，我还是跟着李家长子来到了后院。一进门，我就闻到了一股久病卧床、肉体老朽的腐臭味。床上的老太太双目紧闭，面如白纸，头上的血条只剩下了1点。我有些愣住，血条下居然还有1行字：描金花油尽灯枯，寿元仅剩1小时16分32秒。我惊了，还能看见寿元倒计时。要是寿衣店开不下去，还能去给人算命啊。小秀，这姑娘是寿衣店的，我请她来帮你。好的，大伯。我上去帮忙穿衣，却发现有些不对。苗老太太浑身的皮肤都有些皱巴巴的，如同枯老的树皮，但她的双手双脚却很光滑，就像是年轻人的手一样。我微微皱了皱眉，若有所思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看了看老太太的血条，没有问题，希望今晚不要出事。很快寿衣就穿好了，老太太穿上就像个古代的富贵老封君。奶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，听说她特别爱美，她能穿得漂漂亮亮的走，也没有遗憾了。节哀，我送你。她刚转身，一只手忽然抓住了她的手腕。奶奶，奇怪，奶奶都瘫痪半年了，胸部以下没有知觉，今天怎么能动了？难道是回光返照？我心中的疑虑更盛了。我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
但诡异的是，没有镜片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白色。这镜子怎么了？奶奶从生病开始，脾气就变得很暴躁，不许在屋子里放镜子。那面镜子可能被她砸了吧？我有些担心，总感觉今晚只怕不太平啊。还有半个小时就是老太太死期。小秀忽然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，脸上还有惊惶的神色。我刚才看见奶奶坐起来了，还冲着我笑，那笑容太吓人了。带我去看看。走进房门，我俩都呆住了。是苗老太太，她笔直地站在床前，苍白扭曲的脸上挂着扭曲诡异的微笑。小秀忍不住尖叫：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吵！我们侧过头，却发现苗老太竟然好端端地躺在床上，仿佛从来都没有动过。大伯，奶奶她……老太婆断气了。李家长子的眼中闪过一抹喜色，快步走过去。这不还没断气吗？鬼叫什么？断气了再叫我。刚才是幻觉吗？不是幻觉，你看，老太太的鞋底有灰。老太太的鞋子都是新做的，根本不可能弄脏。我奶奶这是变成妖怪了。你奶奶以前是不是神婆？是啊，我奶奶家族世代都是神婆，听说她特别灵验，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找她。那她一年内是不是还剪过你的头发？她刚发病的时候让我剪的，说烧水废柴不方便洗头。小秀姑娘，我说了，你别害怕，你奶奶想要夺舍。神？什么？你奶奶的双手双脚和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我还以为是她保养的好。将死之人手脚如幼儿，这是施法的反噬。屋中不许放镜子，是因为镜子会照出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我掏出化妆镜对着她，她只是看了一眼就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镜子里的我是奶奶的样子？我今早也照了镜子，没问题啊。只有在这屋中时才能看见。1年前，你奶奶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已经在开始准备了。她拿走你的头发是为了施法。小秀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立刻冲到柜子前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顿时脸色惨白。一把头发用红头绳扎着，好好的放在里面，下面还放着一张红纸，纸上写着李红秀，后面是生辰八字。要完成夺舍需要3个条件，一个是血肉至亲，一个是八字相符，还有就是长期共同生活，吃一个锅里的饭，喝一口井里的水，3条缺一不可，十分苛刻。小秀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奶奶病了之后，他们都不愿意来照顾她，只有我，哪怕我爸早就过世了，我也辞了工作回来，就是为了让他好好的度过人生最后一程。他竟然这么对我。我沉默了一阵，生死之间太恐怖，没有几个人能经受住返老还童的诱惑。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。我看了看床上如同死尸一般的苗老太，我10岁的时候跟爷爷去给一户人家送寿衣，当时那位老太爷也是这副模样。我仔细回想了爷爷的整个过程，去找一根桃木和一碗公鸡血，要大公鸡，越威武的越好，要快。很快他就回来了，拿着一碗鸡血和一根刚刚摘下来的桃树树枝，鸡血已经凝固成血旺了。我找不到新鲜血了，这能行吗？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心里有些忐忑。没时间了，试试吧。苗老太的寿元还剩下1分钟，夺舍会在临死前1刻进行。夺舍毕竟是逆天而行，条件苛刻，同时也很容易打破。天道如此，